胡八一等人在解决了木尘珠之后，应陈教授的邀请，打捞沉船上的宝物秦王赵古镜。胡八一、王胖子、雪莉杨、林殊和他的2个手下，以及珊瑚岛的蛋民阮黑、古猜、多灵一起前往了珊瑚螺旋。在解决了身上的鬼洞诅咒后，雪莉杨就不愿意再冒险了。胡八一嘴上答应了雪莉杨要金盆洗手，但是他一直为去美国以后的生活担忧。不管是赚钱还是各方面的原因，胡八一都不愿意真的摘下摸金符，但是杨参谋长那边又不好拒绝，所以陈教授拜托他去打捞秦王赵古镜，他直接就答应了。胡八一的这一行算是有惊无险吧，反正铁三角3个人主打的就是一个命硬。后来多灵中了尸降，胡八一通过孙教授留下的册子了解到了地仙村，这一次也是彻底的让胡八一真正决定金盆洗手，损失实在太惨重了。胡八一损失惨重的从地仙村出来，发现并不是他需要的内丹，所以无法救多灵。不久后就传来消息，多灵去世了。去之前，陈瞎子给胡八一算了一卦，卦象不好。神婆也告诉雪莉杨，他的固执会让他命悬一线。在解决了木尘珠后，雪莉杨身上不再背负早死的诅咒，又找到了爱人，他的人生重新拥有了希望，所以他害怕胡八一真的出现意外。以前是拼死一搏，所以他是一个冒险者，如今他就是个普通人。虽然雪莉杨没有下海的经验，但是他是海军学校毕业的，再加上搬山道人，天生就对所有的珠子感兴趣。搬山一脉留下了很多的好方法，帮他们渡过难关。比如确定方向的司天鱼，挑瓜取鱼法来解决水底一部分鳄鱼，对那些靠采珠为生的蛋民而言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了。王胖子和胡八一是发小，小时候和胡八一一起在海边长大，性格看似跳脱，但是从来不拖后腿，钟爱红内裤。在昆仑神宫的时候，还亲自给自己和胡八一一起织红色的毛裤，主打的就是一个命大。在南海归墟中，法国船长的镶钻金表最先在他手上的，后来意外到了多灵的手中。因为归墟里生气盛，所以狮将没有伤害王胖子，后得到手表的多灵反倒是遭殃了。一个老骗子，曾经是以跑船为生的，是一个老海狼了。在昆仑神宫的时候，是明叔雇佣了铁三角，等众人九死一生的从昆仑神宫出来，却发现明叔四合院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。明叔虽然跑船赚到了很多的钱，但是奈何家里有个爱赌博的败家子，家产都被败光了。这次来三叉戟号也是为了赚钱给儿子还债。但是明叔虽然在地下不靠谱，上船又整天喝得醉醺醺的，但是其实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在遇到幽灵鬼船的时候，也是他最先看出那个并非是主义船，而是有攻击性的打标船。明叔看起来好相处，但是并不像铁三角那般有人情味。但是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海狼，他也比铁三角更加的以大局为重。胡八一、王胖子更性情一点。在多灵中失降后，明叔直接要把多灵扔进海里，看似冷酷的背后也有为大局的考量。如果没有翡翠佛衣，多灵在船上会导致一船的人都染上瘟疫。后来胡八一提议将价值连城的翡翠佛衣裹在多灵的身上，他也没有反对。阮黑死之前要一颗珠子放在口中，明叔虽然心疼，但是也没有反对。多灵和古猜都是阮黑收养的孤儿，多灵有一个亲生父亲是法国的军官。阮黑原本想要做完这一单，攒够足够的钱，几人就去法国找多灵的亲生父亲。后来他们才发现，原来玛丽仙奴号的船长竟然就是多灵的亲生父亲。多灵和古猜都是恨天之国的后裔。在周朝建国后，珊瑚岛上也建立了一个王国，就是恨天之国。岛上的人都水性特别好，他们那个时候就知道利用龙火冶炼青铜器，有着丰富的青铜文明。后来这个国家渐渐的灭亡了。古猜身上有透水阵，在水中如履平地，下潜甚至都不需要专业的设备，天生的就是水下的好手。多灵最终因为失将去世了，古猜平安的返回了。铁三角主打的就是一个命硬，但是其他人就没有那样的好运了。当然他们的活命离不开他们过硬的专业素质。